先前天空突然响起4次神秘巨响，引发外界关注。台湾空军迅速澄清，表示这并非花莲基地的 F-16战机所导致。然而，这些震耳欲聋的声音究竟来源何处？一些目击者声称，他们看到了一架外形略显厚重的战机，这让人不禁联想到 F-35。然而，台湾并未引进 F-35，因此这一目击报告引发了广泛讨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台湾北辰计划此前曝光了 ADF 战机的外形，其轮廓与 F-35颇为相似，这是否是一种刻意制造的混淆视听策略，以掩盖 ADF 战机的真实进展？此外，台湾还向美方提议在岛内部署可侦测隐形战机的传感器，这一举动是否也与此事件有关呢？相关军事专家指出，飞机突破音障时产生的冲击波会随高度变化，每上升1000英尺，音爆传至地面的距离就会增加1英里。如果飞机在1万英尺高空飞行，那么音爆可能会传至10英里外。但由于音爆声的能量会随着传播距离的平方反比衰减，因此即便花莲空军基地拥有测量分贝的设备，依照军方的保密惯例，相关数据也不会对外公开，外界难以从中推算出具体的飞行高度与距离。从花莲居民的反馈来看，音爆发生地点可能距离市区较近，且飞行高度并不高。廖鸿祥还提出疑问：对岸的舰载机尚未具备隐形能力，台湾的雷达系统理应能够追踪相关目标，但为何这次毫无所获？这是否与近期关于 ADF 战机的传闻有所关联？无论如何，台湾应给出明确解释，并确保空防系统不存在漏洞，必要时采取改进措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来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障愈发重视，如果台湾方面向美方通报疑似隐形战机现身，美军势必会介入调查，甚至可能考虑部署洛克希德、马丁与诺斯罗普、格鲁曼研发的高端传感设备。而在这种背景下，备受瞩目的 ADF 隐形战机是否会如传闻中的海鲲号一般提前亮相于世，成为新的焦点？事实上，自成功研制金国号 IDF 战机后，台湾空军的战机发展一度陷入停滞。随着时间推移，IDF 战机在未来10余年内将逐步老化，急需进行大规模更新换代。尽管2021年底服役的永鹰高教机为台湾航空工业带来一线生机，但其性能仍无法满足现代战场的高强度需求。因此，研发下一代隐形多用途战机已成为台湾空军未来10年的核心发展目标。自主研发战机不仅能降低对外依赖，增强自我防卫能力，还能在有限的预算下提升装备数量，规避国际军火商的高额溢价。此外，自主研发还将促进本土科研实力发展，确保在关键时刻不受外部技术封锁的影响，使台湾的空防能力保持竞争优势。目前，台湾空军拥有140架 F-16、54架幻象2000以及129架金国号战机。然而，由于幻象2000缺乏法国的技术支持，其升级和维护受到严重限制，而金国号战机自服役以来已超过30年，在面对现代化战机时，其性能已逐渐显现不足。如果台湾空军停用幻象2000与金国号，同时又无法获得美国提供的 F-35战机，那么空军战斗机数量将出现巨大缺口。因此，只有当台湾具备自主研发先进战机的能力，美国才可能愿意开放部分受限制的先进武器供应。关于战机研发进展，根据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的发言 ，ADI 先进战机计划预计在2024年完成第1阶段的发动机与机体设计，并计划于2030年投入使用。该计划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与汉翔公司联合研发，内部代号为大魔王计划，象征台湾航空工业的重要突破。ADF 战机的设计目标包括配备 AESA 主动相位阵列雷达，具备卓越的隐身性能，采用内置武机舱，并能够挂载中程空对空导弹，同时搭载先进的电子战系统。目前 ，ADF 战机已完成风洞测试，外形结构设计也已确定。然而，短距起飞与垂直起降能力暂未纳入研发规划。发动机研发是该项目中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之一，主要受限于台湾可选择的发动机供应商极为有限。尽管台湾正推进织女星计划，但仍在对 IDF 战机所使用的 TFE1042发动机进行改进，
并计划推出其升级版 TFE1088-12。这款新型发动机的最大推力可达12000磅，预计今年进入高温燃烧式及高温涡轮的热测试阶段。然而，高性能战机发动机的研发门槛极高，通常需要数十年的技术积累才能掌握核心技术。因此，在早期阶段，从美国引进合适的发动机，可能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权宜之计。目前 ，IDF 战机所使用的 TFE1042发动机，最大推力仅为9000磅。若在 ADF 战机上沿用此配置，即便采用双发动机布局，总推力也仅有18000磅，显然无法满足战术需求。然而，若升级至 TFE1088发动机，总推力可提升至24000磅，从而确保 ADF 战机具备足够的动力，以满足未来作战需求。在考虑外购发动机的选项时，目前最可能的选择是 FA-18EF 超级大黄蜂和韩国 KF-X 战机所采用的 F414发动机。F414单台最大推力可达22000磅，若采用双发配置，总推力将提升至44000磅。另一种选择是早期型号的 F404发动机，双发总推力约35000磅，相较现有的 TFE1042发动机大幅提升。F404发动机已在韩国 T-50教练机、瑞典 JAS-39鹰狮战机以及印度 LCA 光辉战机上成功服役。在外交限制方面，或许较为宽松。如果选择 F414发动机，战机的机体尺寸可能需要加大，转型为一款更大型的战机，从而提升航程与载弹能力。但同时也意味着必须获得美国的全面支持，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选择。目前，台湾汉翔公司在2020年于台中设立洛克希德马丁的后勤维修中心，积累了 F-16战机的维护经验，为未来可能的战机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。另一种可能性较低的方案是使用2台 F-16的 F110发动机，尽管这可以降低后勤维护的复杂度，但 F110的制造和维护成本较高，单台推力可达3万磅，双发总推力高达6万磅，使战机规格接近土耳其 TF-X 或 F-15EX， 发展成一款重型战机。然而，这与台湾空军的实际需求并不完全匹配，因此单发战机方案的可行性较高，特别是采用 F110的引申改进版本，这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。在发动机选择方面，最佳策略可能是同时推进外购与自主研发。尽管台湾目前在高性能发动机领域的自主研发上有较大挑战，但这项技术至关重要，仍需持续投入研发。最合理的方式是同步进行外购与本土研发，并根据不同生产批次进行调整。然而，这种策略的实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，这无疑是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。相较于发动机技术的复杂性，战机的武器系统整合相对较为简单。基础武器配置方面，现已量产天剑2C 空对空导弹射程可达100公里，具备出色的抗干扰能力，能够有效执行反击任务。此外，台湾正在研发一种类似于法国流星导弹的远程空对空导弹，预计采用冲压发动机，射程可能达到150至200公里，并具备更高的命中率。尽管这类导弹的成本较高，但台湾已掌握冲压发动机的核心技术，具备自主研发的能力。在近距离空战武器方面，天剑3型导弹正处于研发阶段，预计将具备类似于美国 AIM-9X 的高离轴发射能力和360度全向交战能力。如果能进一步整合，发射后锁定 LOAL 技术，其作战效能将大幅提升，为台湾空军提供更强的空战优势。尽管目前尚未公开 ADF 战机的机身外形渲染图，但根据现有信息，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其可能的设计方向。有传闻指出 ，ADF 可能会采用向量喷嘴技术，以增强机动性和隐身性能。然而，在短时间内整合如此复杂的技术，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。因此，最终设计可能仍然会采用双垂尾布局。尽管台湾在半导体领域具有优势，但在飞控软件的开发上仍然经验不足。在隐身技术方面，机体的基础设计较容易实现。然而，更具挑战性的部分在于隐身涂层、进气道设计、座舱罩材料以及内置弹舱的整合。要实现高效的雷达隐身能力，可能仍需依赖外部技术支援，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协助。目前 ADF 项目面临的主要挑战
是技术积累的不足，以及研发资金的严重短缺，这需要在未来的策略中加以重视，并寻找解决方案。台湾希望以有限的预算获取最佳性能，这在许多情况下是合理的，但在战斗机研发领域，时间与步骤无法轻易缩减。确保 ADF 项目顺利推进，不仅需要中山科学研究院与汉翔团队的努力，也需要社会大众对防卫建设复杂性的理解与支持，以促进防卫预算的合理增加。尽管台湾已在潜艇、水面舰艇以及 F-16升级方面投入大量资源，但 ADF 战机项目对台湾空军的未来至关重要，不容忽视。若要确保 ADF 计划成功推进，势必需要依赖外国厂商的技术与资源。事实上，即便是 F-35这样的战机，也是多国联合研发的成果。然而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，特别是美国的政策动向，将直接影响 ADF 的发展。因此，在推进 ADF 的过程中，除了自身努力外，也需密切关注国际动态，并积极争取外部支持。从现实角度来看，现有的预算可能难以支撑 ADF 的完整开发与量产。如果台湾计划生产180架 ADF 战机，仅研发与制造成本就可能高达4000亿新台币。最务实的方案，或许是先开发一款性能达到4.5代战机标准的机型，在可行范围内尽可能优化战机性能，而非盲目追求5代机的所有指标。毕竟，先拥有一款成熟的机型战机，总比等待数十年却仍无法量产要来的实际。此外，作为防御方，台湾的空军需求不一定要完全依赖隐身性能，而是应在技术可行性、战力提升以及自主可控性之间取得最佳平衡，以降低受技术封锁的风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此结束。对于这些信息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。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，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。我是寰宇哥，咱们下期再见。